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故事精彩的话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茶。哎呀，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让丽姐我都忍不住想发飙的相亲故事。这事儿说来真是气死人不偿命。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但这位女客户真是让丽姐我都看不下去了。这不，前几天来了一位女客户，今年32岁，在广州某大公司做高管，月薪2万多，长得那叫一个水灵俊俏。一进门就跟我说，丽姐，你可要给我介绍个条件好的。我这个条件找个优质男士不过分吧。当时我看他形象不错，谈吐也很得体，就认真的帮他物色对象。结果好不容易帮他约到一位很不错的男士。这位男士今年35岁，在广州郊区经营着自己的企业，虽然不是什么大公司，但年收入也有个小100万呢。最重要的是，人家还在老家建了一栋别墅，环境清幽，风景宜人。我想着这位男士各方面条件都不错，又是实实在在的有房有车，经济基础也好，性格也温和，应该能配得上这位女士。哪知道啊！见面的时候那场面简直让我这个红娘都想转身就走。一开始见面的时候还算平和，大家在茶室坐下来，我按老规矩先让双方做个自我介绍。男方说话很实在，把自己的情况都交代得明明白白的。谁知道当说到自己在农村老家建了栋别墅的时候，这位女士的表情立刻就变了，那个眼神啊，简直就像是在看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似的。只见她撇了撇嘴说，农村的房子啊，那边应该很偏僻吧，建一栋才花了50万，这也好意思说是别墅哦。这话一出，茶室的气氛立刻就冷了下来。我赶紧打圆场说，哎呀，现在很多人不都在往返乡创业发展吗？环境好，空气好，而且话还没说完，这位女士又开始了，丽姐，你这介绍的是什么呀？我在广州市区上班，怎么可能去农村住啊？再说了，才50万的房子，在广州连个厕所都买不到，这种条件还想找像我这样的都市白领？只见男士放下手中的茶杯，面无表情地说，小姐，我觉得你这话说得很有问题。首先，50万在农村能盖一栋400平方的大房子，带花园和车库，住得舒服自在。你说50万在广州买不到厕所，难道房子的价值就只能用所在地的房价来衡量吗？这位女士却不以为然，冷笑一声，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？你说你年收入小100万，却只舍得花50万盖房子，一看就是很抠门的人。我每个月工资2万多，平时护肤品都要用贵妇品牌的，包包都是精品，你觉得我能跟你这种消费观配得来吗？哇！讲到这里，丽姐我都想给这位女士扣上物质女的帽子了。但男士的下一番话直接把我们都镇住了。他站起身来，整了整衣领说，小姐，我花50万盖别墅不是因为抠门，是因为我懂得理财，知道什么该花钱，什么不该花钱。我的企业去年纯利润近200万，但我从不乱花钱。你工资2万，每月买奢侈品，这不是有品位，这是没有财商。再说了，男士继续道，你看不起农村别墅，嫌弃环境偏僻，但你知道现在多少城里人羡慕农村的生活环境吗？新鲜的蔬菜水果，清新的空气，宽敞的居住环境，这些都是钱买不来的。这位女士被说的有点下不来台，但还是强撑着说，那你觉得你很了不起吗？不就是个开小厂的吗？我们公司里像你这样的合作商多的是。哎呀，这话说的丽姐我都替她捏把汗。要知道，在我们这个圈子里，最忌讳的就是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。果然，男士听了这话后，脸色一沉。小姐，我建议你好好想想，为什么到了32岁还找不到对象？男士语气平静，但字字见骨，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够漂亮，也不是因为你工作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你的眼界太窄，心胸太小。只见这位男士站起身来，理了理西装，接着说，小姐，你觉得自己是成功的职业女性，看不起我们这些在农村创业的人。但你可知道，我那个所谓的小厂去年营业额超过3000万，我开的是精密机械加工厂，专门为国内外大企业代工。你们公司的供应商里，说不定就有跟我们合作的呢。
这下这位女士的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。她没想到眼前这个她看不上的农村男，居然是个身家上千万的企业主。但男士还在继续，你提到广州市区，觉得住在农村多不方便。但现在我每天开车上下班也就半小时，我老家那边发展得很好，高速路直通广州市区。倒是你住在市区，每天挤地铁，花1个小时通勤，请问到底是谁的生活品质更高？这话说的简直就像一记重拳，把这位女士打懵了。但更让人傻眼的是接下来这番话。男士慢悠悠地说，还有啊，你嫌弃我的别墅只值50万。但你知道为什么只花了这么少吗？因为那是我爸以前留下的老宅基地，地是自己的，只需要花钱建房子。而且那可是3层楼的大别墅，光装修就花了30多万。院子里种满了果树，还有个小菜园，每到周末附近的亲朋好友都爱来我家做客。这种生活，你在市区买个4、500万的小套房也享受不到。哇，这番话说的丽姐我都想给她鼓掌。这时候这位女士的脸已经红一阵白一阵了，但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？男士最后那句话才是真正的杀手锏。他一边拿起包准备离开，一边说，而且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还是继续自己用手解决终身大事吧。我宁愿找个朴实的农村姑娘，也不要你这种眼高手低满身铜臭味的都市女性。说完他就潇洒地转身走了，留下那位女士在那里尴尬地说不出话来。那位男士走后，这位女士还坐在那里，脸色难看得很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回过神来，对着我说，丽姐，这男的太过分了吧？说话这么难听，我当时就忍不住了。哎，这话我可不爱听，明明是你先看不起人家，出言不逊的。我问你，人家有什么不好？事业有成，为人踏实，还孝顺父母。就因为他的房子在农村，你就这么瞧不起人家？现在很多有钱人不都往农村建房子吗？人家那叫田园生活。你整天追求什么名牌包包、名牌护肤品，但你想过未来生活的品质吗？住在市区的小区里，每天围着高楼大厦转，呼吸着雾霾，这就是你理想的生活？我这一番话说得他哑口无言，然后我又继续说，再说了，你今年都32岁了，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已经属于大龄剩女了。不是丽姐说你这么挑三拣四，眼光这么高，将来只会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对象。你知道现在像那位男士这样条件的优质男士有多抢手吗？人家有房有车，年收入几百万，还这么顾家。最重要的是，人家思想觉悟高，不会被物质蒙蔽双眼。反而是你整天追求虚荣，却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品质。听我这么一说，这位女士终于红了眼眶。丽姐，我是不是真的太势利了？看她终于有点醒悟，我心里稍微好受了点。那位男士离开后没多久，就托人把我介绍的资料都要回去了，说是不想再通过相亲认识对象了。我当时还挺担心的，毕竟像他这么优秀的男士，单身确实是一种浪费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大概过了2个月吧，这位男士居然又来找我了。不过这次不是来相亲，而是专门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。原来他在一次回老家的高铁上认识了一位女医生。那位女医生今年30岁，在广州某3甲医院工作，家里也是农村的。2个人聊着聊着，发现很多想法都很合拍。那位女医生说，她一直想找个家在郊区的对象，因为她觉得以后生了孩子，在农村长大更健康。而且她的专业是儿科医生，特别喜欢小孩子，将来很希望能在当地开个诊所。这么一聊，2个人很快就认定了对方。前2天他们还特地来我这里，说是要请我喝喜酒。那位女医生看到男方的别墅后，爱得不得了，说以后要在院子里种好多花花草草，再养几只小动物。反观之前那位看不上农村别墅的女士，听说现在还是单身。前几天她又来找我，态度完全变了，说是让我再帮她介绍对象，也不用非要在市区有房的，主要是人品要好。哎，说到这里，丽姐我真的要奉劝大家几句，找对象千万别太看重表面的东西。房子是在城里还是乡下，其实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2个人能不能互相理解，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。很多人总觉得农村不好，但你们看看现在的农村别墅区，
哪个不比城里的小区环境好？而且像这位男士这样的企业家选择在农村发展，既能照顾到父母，又能为家乡做贡献，这不是很了不起吗？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大家都能从中有所感悟。在爱情面前，千万别让物质的东西遮住了眼睛。真正的幸福往往就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。丽姐的相亲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打赏支持哦。下期我们再见。